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面粉别只会用来蒸包子、馒头了，今天分享一个面粉的新吃法，把一碗红糖水倒入面粉中，不油炸不烙饼，出锅松软香甜，比面包还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大碗中倒入60克左右的红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再倒260毫升的开水，用蛋抽搅拌均匀，搅拌至红糖化开。搅匀后，放一旁晾10分钟，让红糖水变凉。趁这个时间呢，准备350克普通面粉，把它放大碗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的红糖水已经放凉了，晾至不烫手的时候，往里边加入4克酵母，用蛋抽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。搅匀后，再用红糖水来和面，边倒水边用筷子搅拌，哪里有干面粉就往哪里倒水。最后搅拌成这种大面絮状，再加15克玉米油，再下手揉成光滑的面团，尽量多揉一会儿。揉好后，再把面团转移到面板上，像洗衣服一样给它推拉揉搓，给它揉2-3分钟。这样做出来的面食呢，会更加的松软好吃。揉好后，再把面团揉圆揉光滑，再放回大碗中，用手轻轻按扁，然后在表面刷上一层食用油，防止面发起来的时候粘到保鲜膜上。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一旁发酵至原来的2倍大。趁这个时间准备15克红枣，把它放入大碗中，淋少许清水把红枣打湿，再加2勺食盐，加2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。因为红枣表面都有一层褶皱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红枣清洗得更加干净，抓拌至感觉水变得特别浑浊。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再给它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食用小苏打清洗掉。清洗一遍之后，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，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在案板上。再取出一把厨房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全部剪好后，再用刀把红枣剁碎，尽量多剁一会儿，剁得越碎越好。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，再把它放入盘中。现在我们的面团也发酵的差不多了，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，戳根手指下去不回缩，像这样说明就发酵好了。面板上撒一些干面粉，把面团取出来放到面板上，给它好好揉一揉，拍拍气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，这样做出来的面食呢才会更加的蓬松暄软。气孔排干净以后，再把红枣碎放进来，继续下手揉匀，让红枣碎完全融入面团里，尽量多揉一会儿。揉匀后，再把面团揉圆揉光滑，然后用手轻轻按扁。再取出擀面杖，给它擀薄擀大，给它擀成一个薄一点的长方形面饼，也不用擀得太薄了，厚度约 0.5 厘米左右，就擀成这样厚度的一个长方形面饼就可以。然后撒上一些红枣碎、花生碎、芝麻碎、红糖，
这样吃着会更香。喜欢吃甜的呢，红糖可以多放一些。再选择一边给它卷起来，卷的时候尽量卷得紧实一些。卷好后再给它搓一搓，给它搓得细一些，搓得更加紧实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用手像我这样给它分成大小均的小面剂，每个面剂约60-70克左右，用手揪出来就可以。这一步千万不要用刀切。揪好后，再取一个面剂，像我这样选择一头，把封口处给它捏紧实，防止馅料露出来，然后再把底部整理平整，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剩下的面就用同样的方法给它做成这样的生胚。全部做好后，准备一个蒸屉，在底部铺上一张硅胶垫，把做好的生胚一个一个的放到蒸屉上，中间要留一些空隙，防止粘连在一起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盖上盖子，2次发酵20分钟。20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像这样说明就2次发酵好了。在冷水上锅蒸，盖上盖子，开大火蒸30分钟，时间到关火焖2分钟再打开盖子。哇，好香啊！一股红枣和红糖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用手指按压能迅速回弹，像这样说明就已经蒸熟了。再把它取出来装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红枣开花馒头就做好了。这样蒸的红枣开花馒头加了红枣在里面，枣香味浓郁，比白馒头更有滋味。开花的造型更柔软，更有食欲，香甜松软，比面包还好吃。加了花生、芝麻碎，吃着更加的醇香，而且营养更加丰富。这样做的红糖馒头对女性朋友特别友好，常吃呢脸色红润，气色好。做法非常简单，爱吃红枣馒头的朋友可以安排起来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